量级排名第一，邱建良。我不想说太多的话在发布会上，但除了这个呼吸和吃饭的力气以外，我都会把所有的力气放在擂台里。所以明天我们擂台上见。抛手，又觉得转身后漂亮哦，哇！也听到最后一下漂亮的击打，对，以小博大啊，漂亮的小跟啊，变成2比2，关键的一场对才能稳打。转身的后摆，不管哦，赛中的一位双手的呼景，后手摆拳上勾平勾前摆，左右摆拳，金当这边考这边拳下来了，防一手。世界第一的实力竟然遭受质疑，邱建良直接硬刚与量级原世界第一考，把对手对到围绳边一顿狂轰滥炸，彻底坐稳了世界第一的宝座。说起中国坦克邱建良，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这位可是中国自由搏击界的扛把子，擅长把传统武术和自由搏击混搭着来，拳腿西样样精通，简直就是用脑子打拳的教科书。他的成名绝技神龙摆尾，那可是让无数泰国高手闻风丧胆。上一场比赛，邱建良一招神龙摆尾，首回合就把在华无敌的泰拳王肯姆 KO， 顺利坐上了世界排名第2的宝座。那时候邱建良的心愿就是挑战当时的世界第一考，可考呢，压根没把邱建良的校正当回事儿。嘿，巧了不是，考在日本被日本新秀小将给 KO 了，排名跟坐滑梯似的往下掉。邱建良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登顶世界第一，可拳迷们不买账啊，觉得他这世界第一来路不正，所以啊，和考打一场就成了邱建良的执念。考呢，为了赶紧把排名捞回来，也接受了和邱建良的对决。就让我们查按点赞3秒，一起来看看这场精彩的对决吧。比赛铃声一响，黑色拳套考，白色拳套邱建良，考上来就是一个正蹬，邱建良反应那叫一个快，跟兔子似的嗖的一下就躲开了。考紧接着又是一个正蹬，把邱建良踹的一个趔趄。好家伙，这俩世界级高手，比赛刚开始就给大家整了波，精彩的攻防大战，谁也不敢小瞧谁。这个在之前刘伟打的还是非常不错，但是考的这个冷招啊，对，有的时候是在想不到的地方就会出来啊。邱建良呢，同样也是如此啊，没错，各种各样让人意想不到的招数呢，也是会在比赛当中实时出现。这场比赛从开始宣传到现在比赛，这个猜想就没有停过。有人认为邱建良会胜，有人认为考会胜。我们来看这场比赛最后的主角演绎。一上来双方这个弦啊都绷得很紧啊，非常紧。这个肌肉的反应都很。随着比赛深入，邱建良表面看着挺放松，其实全身肌肉都绷得紧紧的，跟拉满了弓似的。两人腿法交锋时，邱建良凭借更灵活的拳腿组合，把考压到了围绳边上，紧接着又是一个神龙摆尾，考轻轻松松就躲过去了。看来他对邱建良的研究那是相当透彻啊！考一个扫踢，还不小心踢到了邱建良。5分钟的时间进行休息。看一下啊，这个好，比赛继续，正反架的比赛。后手，再是转身的后摆扫踢。邱建良呢爆发力很好，他的反应也很快。这场比赛两个人都是踌躇满志，哇！转身边拳换扫踢，双方一上来都没有找到很好的有效杀伤对手的这个时机啊。考现在的这个战术很明晰，我不太给你太多发挥的机会，对啊，要不把你居住，要不出重击把你的整个这个布置打乱。刚才两人撞了一下。这场比赛呢，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给我的感觉，双方似乎只要一击就能。比赛快到尾声了，两人交锋越来越激烈，可都没找到好机会，都在憋着放大招呢。就在这时，考突然来了个出其不意的跳膝，邱建良差点飞出擂台，这也太惊险了。第一回合就在这杀机4伏中结束了。维拉萨克雷克，虽然这个叫的还是很别扭啊。这菲尔泰克斯拳馆离开以后是换了后面的后缀名。邱建良现在报价还是很紧，依旧是他这种快进快出的步伐，是左右切线的进攻，双圆月弯刀式的位移。好的，打身体，对手还以后手。两个人换了一拳，高挂腿没成功，转身后蹬，对，对手啊用手臂挡住了他这一下。对，邱建良这一个转身后蹬，不知道改变了多少对手。好，第二回合。
我们看两位选手在场上对于比赛来到第2回合，这俩世界级高手打得更谨慎了，谁也不想轻易被对方抓住把柄。考漫不经心的出了个高扫，被邱建良轻松躲掉。邱建良立马还击，2个重拳哐哐砸在考的脸上，先上钩，后手拳又塞到了。邱建良现在想要切进去来进攻，不跟对手再在远距离这个周旋了。熟悉邱建良的都知道，他的双半月的这个移动方式是他所有的技术的基础。他是绕着对方为终点的这2个月牙是邱建良进攻。哇，这个扫踢后手前刺，哇！推防上的威胁啊，显然考这边更胜一筹。身后摆，考是往边上侧了一步，对，正好挪开。好的，前手迎击。双方互相袭击啊。随着比赛深入，俩人交锋越来越激烈，拳来腿往的，看得人直呼过瘾。很明显，考的腿法对邱建良威胁挺大，但邱建良可是用脑子打拳的高手，趁着考一个高扫的间隙，直接把他扫翻在地，这时机把握的简直绝了。当考是有一个连续几次的双手的缠抱之后有袭击，张天高老师已经警告1次。邱建良试了对手2次中扫之后，顶膝，又是同样的动作。再次搂抱，大幅击头漂亮。哇，左腿扫踢。对，这边两人又到了近距离，被对手压到围绳边上。比赛到后半段，邱建良状态全开，腿法、拳法轮番上阵，考都快招架不住了，所以邱建良一突进内围，考就赶紧搂抱遏制他。虽说这打法有点耍赖，但规则允许啊。一旦自己进攻不中，尽可能贴近对手。又是搂抱，顶膝。后手换后手，这场比赛出现了多次腿换拳。哦，又顶膝。这两拳没打到。裁判没有叫停，双方还在进攻。转身面拳没打到。邱建良感觉到了近身之后，对，正中。比赛一上来，两个人继续进入状态。打到第3回合，后手扫踢，邱建良上钩。双方互相后手啊，要小心啊，容易头前冲，互相撞上。有双方是个反架，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考可以说是泰拳手里边日式踢拳规则本土化最好。比赛来到第3回合，俩人一上来就拼得热火朝天，考拳腿齐出，邱建良勾拳还击，拼得太猛，脑袋差点撞一块。考的顶膝可是他的杀手锏，邱建良在绳边又差点中招。双方都知道这是最后的决胜局，谁也不藏着掖着了。高手对决，细节决定成败。邱建良对后手，哎呀，打到扫踢，邱建良前摆。后手接低扫，前摆，顶膝，这边再次缠抱，裁判再次警告啊，再次警告了，但是并没有算数，中断。磕一下，这邱建良比较擅长的踢脚，然后把你的平衡打掉。上钩，对。上钩，对，感觉随着比赛深入，考的体力透支的厉害，反应速度直线下降，基本没了抵抗能力，只能被动搂抱。体能应该是有所消耗，有所损失，没错。觉得自己不够安全的时候，考就会选择更安全的方式。这样呢也会让他在第3回合主动性啊有所欠缺。对，这也是他能8年在日本在羽量级控制的原因。他会把经济学学到最好，对，擂台经济中最好。大家看到啊，双方前2回合实际上很接近，第3回合是非常的关键。是，哇，躲过这一腿，哇，刚才有一个额头磕到眼睛的这个情况。好的，再次踢倒，就是换腿啊，正好踢到支撑腿。这边赵世杰教练让邱建良把节奏拉快。对。上钩，
来靠这边啊。邱建良火力全开，把考逼到绳边，先来2记重拳，接着1记转身边拳，结结实实砸在考的脑袋上。可惜邱建良的成名绝技转身后摆，因为距离不够没发挥出来。这边是小腿肚踢到踢下面。邱建良体能上。比赛快结束的最后10秒，考已经完全没了还手之力，被邱建良一顿猛攻，头部接连吃招。要是没有中场铃声，考很可能被邱建良 KO。最终俩人打满3回合，明眼人都知道比赛结果了。在裁判一致判定下，邱建良以大比分拿下比赛胜利，稳稳坐上世界第1的宝座。西班牙巨人被撂倒后，对着中国裁判骂骂咧咧，邱建良可不含糊，直接把这家伙扔出了擂台外。说起咱中国的邱建良，那可是搏击界的智多星，用脑子打比赛的一把好手，无论是时机的拿捏，还是对比赛大局的掌控，那在国内运动员里绝对是数1数2的。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招腿法神龙摆尾，简直就是他的招牌动作，耍的那叫一个溜。邱建良此次的对手伊萨查迪，这家伙身高185厘米，职业战绩30战27胜25次 KO， 终结能力惊人，简直就是个人形 KO 机。他还拿过2013年摩洛哥自由搏击冠军，2015年 WKO 西班牙冠军。赛前这伊萨查迪就狂的没边了，放话道：我这次来中国就是要挑战你们最强的选手，听说邱建良是世界第1，那是因为他还没碰到我，我要让你们知道啥叫真正的恐惧。嘿，这口气比脚气还大呢。面对这嚣张的没谱的伊萨查迪，邱建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那也是霸气侧漏直接迎战。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一起为邱建良加油助威吧。比赛一开始，邱建良就中段扫踢先发制人，面对身高臂长的伊萨，他打的那叫一个积极主动。伊萨刚一出腿，邱建良就一个低位扫踢，直接让伊萨来了个屁股墩儿。虽然不算有效击打，但气势上那是先赢了一筹，毕竟对手是临时变更的。邱建良也没时间研究伊萨的套路，只能边打边看，双手护住头部，像防子一样防着伊萨的拳法。的一位选手，对，尤其是他在场上灵活的步伐，还有线路的转变，让很多的对手啊，真是非常的头疼。再加上现在他总是两人互换了一波拳头，都打中了对方。邱建良还被打得后退了几步，看来伊萨的拳头也不是吃素的。邱建良立马还了一个转身后摆，可惜距离太远没打着。不甘心的邱建良又来一个，伊萨闪避的那叫一个快，这就是身高优势啊！轻轻一退就逃出了攻击范围，简直像开了挂一样。是谁呢？就是自己了。对，我们看啊，这个刚才为大家介绍过，身高臂展有绝对优势的这个查迪啊，攻击的范围和力量都很。伊萨一个高边腿，邱建良立马低扫对手重心，伊萨一个踉跄差点摔倒，邱建良抓住机会一波拳法进攻，伊萨被打得连连后撤，邱建良又是一个神龙摆尾，可惜落空了。面对身材高大的伊萨，距离确实不好把控，就像你拿着筷子夹远处的菜，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对，这是刚才实际上查迪是想要去摔邱建良，对，但是要摔邱建良可不容易啊，那可是。现场的观众又响起了热情的给邱建良加油的声音。伊萨中段扫进攻，邱建良低扫破坏重心，这应对方式简直聪明的像只狐狸。只要你敢进攻，我就扫腿破坏你的节奏。虽然不得分，但摔也要摔猛你。因为其实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伊萨查迪KO 率不是。伊萨朝着邱建良就是一顿拳法攻势，邱建良明显不会硬扛，又是一个低位扫踢，伊萨再次被扫倒跪在地上。这哥们儿估计心里在想，这地面怎么这么滑？邱建良越打越顺手，不断闪身逼近对手，轻松躲过伊萨一个高扫后，紧接着来了一波近身输出。伊萨显然没想到，只能选择抱住邱建良，阻挡其攻势。这就像小孩打架，打不过就抱大腿，直接打，转身后身。好的，比赛接近尾声，邱建良来了一波凶狠的进攻，伊萨频繁搂抱，彻底激怒了邱建良，直接将他甩出了擂台。这画面简直比摔跤还精彩。因为这个伊萨查迪啊，看到对手进攻很猛，所以主动选择去缠抱。对，邱建良直接把他一个带摔出去。双方可以说一个先犯规在先，然后另外一个以犯规来报复。这个属于这个以牙还牙。好，第二回合开始了。比赛来到第2回合，邱建良继续低扫对方的重心，伊萨一个踉跄，差点跌倒。邱建良趁机一招神龙摆尾，踢得伊萨后退了几米远，心里直嘀咕：这小子脚力咋这么大呢？这个比赛其实看起来是非常赏心悦目的。
一个呢，我们看到了伊萨，他是一个。就在这时，伊萨突然一个飞膝，打得邱建良脚步有些踉跄。邱建良赶紧搂住伊萨，给自己争取恢复的时间，心里暗想：好险啊，差点阴沟里翻船。赶紧绕一绕，来恢复一下。你看，对，现在看到的是邱建良，他熟悉和擅长的用脚步和步伐的距离的变化。刚才其实我还在想做一个比喻，就是说伊萨查迪如果说他这个进攻的非常的犀利的话呢，他这个可以说在场上是用霸王龙来形容。而邱建良在场上更像是一只迅猛龙哦，后手摆拳。随着时间的流逝，邱建良已经调整好了状态，他就像一头暴怒的狮子，朝着伊萨疯狂进攻。伊萨的眼神里那叫一个惊恐万状，心里直喊：这小子咋这么猛呢？就在这时，邱建良又是一脚低扫，把伊萨扫翻倒地。支撑脚，因为邱建良一直是在换对手，从谢尔西到沙玉郎到最后的伊萨，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当中，对于备战来说，制定战术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邱建良来说，现在呢，在场上我们看到伊萨迫切的想要挽回局面，不断的往前压。邱建良一招神龙摆尾突然杀出，直接将其击倒读秒。伊萨还不服气，对着裁判骂骂咧咧，说中国的裁判不公平。嘿，这小子输不起啊！我们从现在看，地上没有任何的水分。对。大家可能看不清啊，我们这个角度是看得最清楚的，一览无余。地板上到底有什么？对。我们看邱建良的灵活的脚步的变化，身位的变化，好的，跳摆，转身，哦，两个人打得太漂亮。邱建良今天比赛进行到回合后半段，邱建良完全掌控了比赛节奏，伊萨多次被摔翻倒地，支撑脚也出了问题，站都站不稳了。这就是邱建良低扫腿的威力，简直就像开了挂一样。伊萨一直在被动挨揍，一直到比赛回合结束，心里那叫一个憋屈啊！从视觉画面上，还现场观看上，都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对，裁判再次提醒伊萨不要缠抱，两个人换正蹬。对，说实话，这个残暴他已经是吃了好几次亏了。对，被邱建良带摔出过擂台一次。好，第3回合。哇哦，邱建良直接扫中断对手连续的左右摆拳。中扫，这张这个护头的这一下还是非常的机敏。是。防守报价非常的稳健，高扫，刚才是连续中扫之后啊，来欺骗一下对手，直接换了高扫。但是伊萨的比赛来到第3回合，深知自己不占优势的伊萨，进攻也变得更加积极主动，疯狂朝着邱建良进攻，但大多数进攻都被邱建良躲掉了。伊萨因为频繁搂抱，裁判也终于看不下去了，给了他一个警告。这就像老师对调皮的学生说：“你再这样，我就要罚你了。”那有什么办法呢？是。裁判又次提醒，第2次，不要缠抱。后手，高扫，将将擦过，漂亮！左右两边开弓的高扫，打身体，连续的打波。比赛继续进行，邱建良上来就是一波进攻，伊萨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但好在自己抗击打也足够强悍，邱建良步步紧逼，将伊萨压制在绳边，紧接着一顿凌厉的拳法攻势，伊萨被打得有点懵了，难以做出有效的防守动作，成了活靶子。是谁呢？是世界第1邱建良。对，尽管邱建良不在自己熟悉的这个体重级别，但是依旧打得非常的有霸气。刚才上勾打中，伊萨眼神一度有所涣散。是。邱建良又是一个低扫重心，伊萨也被扫到了，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体力被消耗太多了，已经失去了继续作战的勇气。起来了，对，这个是有这个积累的伤害的。哦，漂亮！直接击倒了，直接击倒了，是一个前手的平勾。是，我们看脚下已经发软了，站立，好，勉强站起来，继续。邱建良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对手挤到了绳脚边。好的，还在往里猛攻，连续的前刺，比赛要反击，否则裁判会叫停比赛的。现场的观众朋友已经沸腾了。后手
哇，伊萨这个顽强的支撑能力啊！之前我们说他是4人赛之王，这场比赛果然看出了他这个非常顽强的这种对抗的精神。在邱建良猛烈的拳法攻势之下，伊萨的腿开始发软，再次被击倒读秒。比赛接近尾声，邱建良一波猛烈的拳法进攻，将伊萨堵在绳脚狂揍，打得他彻底没了脾气。被连续的这个击打之后，显得非常的难以支撑。哇！最终3回合打完，邱建良毫无争议获胜，这简直就是一场碾压局。德国冠军嘟嘴挑衅世界第一，邱建良神龙摆尾直击太阳穴，直接送其进 IQ 进行抢救。在中国搏击的璀璨星空中，邱建良宛如一颗耀眼的恒星，以其卓越的实力和独特的战术智慧，成为无数拳迷心中的传奇。他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加上自己不懈的努力，在短短几年间，从默默无闻的新人迅速崛起为世界顶尖的羽量级拳手。面对中国拳手的崛起，西方国家显得十分的不自在，不少人都将目光聚焦在了邱建良的身上，想要踩在邱建良的尸体上位。德国冠军肯姆罗宾就是其中一位。这位来自德国的搏击名将，在德国本土斩获众多冠军头衔，实力强劲，声名远扬。他以刚猛的拳风和凌厉的腿法著称，在过往的比赛中，凭借出色的身体素质和强大的攻击力，让众多对手望而生畏。其过往战绩辉煌，多次在重要赛事中夺冠，是德国搏击界的中流砥柱。赛前这家伙更是口出狂言，说邱建良只是运气好而已，这一次碰上了他一定会亲手送邱建良上担架。面对气焰嚣张的肯姆罗宾，邱建良又该如何应对呢？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一起为邱建良加油助威吧！显著的提高。他希望自己能达到35岁，在退役后能从事这个格斗相关的职业啊！比赛铃声一响，好似战斗号角吹响，肯姆罗宾跟个跟屁虫似的，朝着邱建良步步紧逼，一个劲儿的压缩邱建良的活动地盘。邱建良呢，那步伐灵活的像只小狐狸，稳稳的把控着俩人之间的距离，把肯姆罗宾耍得团团转，就跟牵着鼻子遛弯似的。邱建良在防守中瞅准机会就反击，突然一记神龙摆尾甩出去，虽说没把肯姆罗宾打得找不着北，但也把他吓得冷汗直冒，差点没灵魂出窍。在这个邱建良呢，本人是做泰拳选手的，但是在这个自由搏击的比赛中呢，他认为这个泰拳和自由搏击更像白酒和红酒啊，大同小异，因人而异，各取所需。整个格斗啊，他希望能探寻到自己独特的、具有泰拳风格的自由搏击风格。对，目前这个阶段呢，邱建良已经到了见山不是山的阶段，因为他要把他一个比较复杂的技巧慢慢修正，返璞归真。现在在整个的这个局面压制上，还是这个德国的选手在压制着这个邱建良。因为在这个擂台上呢，我们看邱建良一直在绕着这个绳圈在移动，当然这也是一种战术，他会左移右移啊。短暂的试探过后，邱建良这进攻的小宇宙彻底爆发，直拳哐哐的就招呼上了，打响了自己的反击战。肯姆罗宾哪肯示弱，也挥着直拳反击，可邱建良这进攻招式就像个百宝箱似的变化多端，直拳加扫踢，这组合就像黑暗料理，让对手防不胜防。好，这个看到德国选手其实，哎呦，双方啊都举高了，高来高去。邱建良现在又开始进入自己的这种节奏，前后的直拳接低扫，前后的直拳接高扫直拳，非常漂亮。对。有一个叫 body kick， 现在打腹部，还在打头部。我们可以看邱建良在出低扫的时候呢，这个前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掩手的动作这是他泰拳的一技。但是刚才的那一套组合呢，又是自由搏击风格非常的明显。然后罗宾也盯到了最后一次漂亮的低扫。罗宾刚刚有用膝盖去顶这个邱建良的低扫。我个人认为，其实罗宾的这个绝对力量，包括重击能力。比赛到回合后半段，邱建良那是越打越顺溜，连续的组合拳攻势就像毒蛇吐信般又狠又准，时不时的就给罗宾来一下，让他疼得直咧嘴。这就是智能型坦克邱建良，打的那叫一个漂亮，简直绝了。我个人不建议邱建良多用这种转身型的腿法，因为转身和腾空腿法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面对像罗宾，我们可以看到邱建良已经打了多组进攻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这个阵地，保持得很稳健。哇，他有一个转身够踹啊！以拳法而言呢，这个邱建良发力比较起脚了，比较漂亮。从这个出来，邱建良扑上去，漂亮，连击。邱建良比上一回合，邱建良的第一回合属于攻势如潮在主场的优势下打得非常的出色，但是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肯姆罗宾的步伐开始动起来了。
比赛来到第2回合，邱建良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加快了节奏，上来就是一记刺拳，直接把罗宾打得晕头转向，像只没头苍蝇。随后组合连击跟不要钱似的，打的那叫一个得心应手。作为坦克的邱建良，在今天的比赛里的这种碾压式的打击呢，依然是非常的明显。对，那邱建良出这个低手砍踢的时候要注意。360哇！邱建良，我个人建议你不要做太多的耍宝动作，因为在转身、旋风、腾空这3种动作里面呢，你在实施动作的同时，你是没有办法看到对手，并且很容易被对方针对。对，等到对手没有站立的时候再来这一。拥有坦克称号的邱建良，把碾压式的打击方式发挥到了极致。就算对手是德国冠军选手，邱建良也跟玩似的，轻松拿捏。挨了邱建良一记神龙摆尾，罗宾心里那叫一个不甘心，于是也学着来了一招神龙摆尾。结果呢，邱建良轻轻松松就躲过去了，罗宾却摔了个狗啃泥。这就是没掌握神龙摆尾的精髓，投击不成10把米。邱建良紧接着又是一套组合拳，打的那叫一个精彩绝伦。随后的左右大摆拳，把罗宾打得像喝醉了酒，摇晃个不停。这一次是邱建良的膝盖去顶这个罗宾的一个胫骨。可以说邱建良现在已经把这个气势整个打出来了。如果罗宾不打出重击或者改变邱建良的节奏，那邱建良要一直这样保持在实力中。又是一个飞膝啊，双飞膝。那像蔡老师，您看这个罗宾啊，到目前为止虽然阵脚压得很稳啊，但是他没有太多的这种有效打击，他应该在哪些方面对邱建良进行打击？如果要这样玩的话，就做西棋啊，那也没有做啊。他报完就等裁判来这个就你看，就顶进去。比赛到回合后半段，罗宾完全成了邱建良的人肉沙包，邱建良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就跟打地鼠似的，随心所欲。邱建良突然一个飞膝，把罗宾顶得直往后退，紧随而上的组合拳攻势像暴雨一样倾泻而下，压得罗宾动弹不得，只能乖乖挨打。在绝境中的罗宾也发起了反击，像只困兽在挣扎，可邱建良轻轻一拉扯，就把他的攻势化解得无影无踪。一直到回合结束，邱建良都牢牢掌控着比赛的节奏，就像老司机开车一样稳。给这个邱建良打。如果说我们前面看到的吉祥啊，包括典云华是自由搏击的这种立体进攻，那么邱建良就是把泰拳演绎到极致的自由搏击的立体进攻的一个非常出色的表现。真的对力度跟速度做得非常好，特别是把泰拳的那种硬打得非常的出色，而且是比较现代化的一个泰拳啊。第2回合，邱建良依然是自己的这个优势。对。Ready, fight！ 科姆罗宾，看科姆罗宾还有没有要这种重击邱建良的机会。对，要主动出击啊！比赛来到第3回合，邱建良上来就是一个高扫爆头，罗宾有样学样，结果又摔了个大马趴。看来这家伙完全乱了阵脚，被邱建良牵着鼻子走，晕头转向。不成功变成人。不错啊！科姆罗宾的这个打击密度明显没有邱建良大，邱建良就像在用这个小刀一刀一刀在割这个科姆罗宾的肉一样，小刺刀啊，刺进身体里面啊。不是只有割表皮哦，哎，没错，伤到内脏啊。邱建良今天状态调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在中国国内67公斤级这个比赛的这个级别里呢，我相信邱建良已经拿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向最强的那个方向那个高峰在冲刺。他过去了，他只能讲随着比赛的深入，罗宾的劣势越来越明显，输掉比赛就像板上钉钉，跑都跑不了。就在这时，邱建良一记神龙摆尾踢腿，紧接着又是一记神龙摆尾爆头，直接把罗宾 KO， 成功拿下比赛的胜利。那场面简直太燃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对邱建良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再次向世界展示了邱建良强大的实力。邱建良与肯姆罗宾的这场对决无疑是一场经典之战，邱建良用他的智慧和实力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搏击艺术。邱建良带队攻占日本东京擂台，神龙摆尾花式吊打空手道之王，台下日本观众鸦雀无声。邱建良，中国羽量级的顶级拳手，常年占据外媒自由搏击排行榜前列。他早期打法凶悍，以拼打著称，因此获得了坦克的称号。后来他转变风格，凭借多变的技术和灵活的步伐进攻，击败过多位世界级高手，在世界搏击界打出了名气，目前是中国排名最高的拳手之一。然而小日本开始眼红了，想要踩着邱建良的尸体上位，他们当即派出了自己的空手道之王小宫游纪博，他可是一线拳手，曾获得 Rap Lighting
和 Rise 的冠军打过将近60场比赛，大赛经验十分丰富。当时日本国内没人敢轻易和邱建良对抗，小宫由纪博主动挺身而出，这家伙赛前更是口出狂言：邱建良算哪根葱啊？我可是日本空手道的冠军，只要邱建良敢踏入日本半步，我定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见识见识日本空手道的真功夫。面对气焰嚣张的小日本，邱建良带领中国军团出征，只为好好的教训小日本。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一起为邱建良加油助威吧！小松赛进入世界排名的前10 ，GOH6 KO 肯姆进入世界排名第2，在 GOH5 的时候战胜了伊利亚斯普莱德。目前比赛铃声一响，邱建良上来就是一个高扫腿，然后迅速撤退，保持安全距离。这可是他们的首次交锋，谨慎点走没错，毕竟这是在人家日本的地盘上。接着邱建良又是一脚，直接把小宫由纪博踢到了围绳边，这霸气侧漏的简直了。素质来看要比对方有优势，是转身后蹬，连续2个。当年踹肯姆的那个腿就是这样的，转身的后蹬。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啊，邱建良在我们的荣耀擂台上还自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招数，转身的类似于造化进攻的，对，这个踢啊，现场留下了很多的精彩的印象。他是一个比较有全伤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在市场上会很快。可以看出邱建良心态那叫一个放松，多次使出神龙摆尾，让小宫由纪博累得够呛。小宫由纪博为了遏制邱建良的攻势，竟然主动缠抱。邱建良向裁判摊手表示不满，结果却遭到了裁判的警告。这日本裁判的眼睛是不是该去眼科看看了？明明是自家选手先动手，却警告我们邱建良，这偏袒的也太明显了吧？期待这场比赛。所以说在这场比赛呢，在这次这个有志荣耀对 Plus 6v6的这个比赛，有很多的爱好者啊，要通过各种渠道向我们递交各种资料，也感谢像奈落这样的这个。有了裁判的撑腰，小宫由纪博心里有了底，开始反击，但邱建良不急不躁，稳扎稳打，轻松化解对手攻势，还频繁使出神龙摆尾，让小宫由纪博狼狈不堪。这就是咱们的邱建良，做的这嚣张的小日子没脾气，瞬间看不到对手的要小心啊。小宫由纪博的这个年龄是比较大的，这个37岁。目前的这个是40战30胜，其实胜率也是非常高的。两位选手呢年龄上实对差距，邱建良呢在身高上呢比对手高出1厘米。在这场比赛6v6之前呢，邱建良是必挑战考菲利泰克斯的，对，结果对方不应战，又要挑战小魔沙斗和不红眼，不知道双方为什么没有打成，所以现在换成了小宫由纪博。其实中日的这个自由搏击或者说踢拳的这种交流呢，是一直存在的，只是一直以来在日本本土的这个比赛呢胜率并不高。两个国家都是有极强的这种民族自豪感的这种国家，所以在本土作战的时候呢，双方的这个态势会变完全不一样。比赛临近尾声，邱建良终于抓住机会，一记出其不意的神龙摆尾，成功将小宫由纪博击倒。裁判开始读秒，小宫由纪博还一脸懵圈，在日本裁判的小动作下，他竟然挺过了第1回合。可以吗？往前走，往前走，能不能走？能不能走？能不能走直线？哦，裁判叫停了。如果能赢的话，这个连台词我都替他说啊。比赛来到第2回合，挨了邱建良一脚后的小宫由纪博看到邱建良就腿软，竟然直接跪倒了，这可真是丢人丢到家了。踢对方的这个小脚踝的位置，把对方的这个防守报价打散。挺身的低板，接住对方的腿，然后再转身，动作非常舒展。就是要用这个动作。我们看对方冲进来的时候，邱建良就会踢对方的前腿，把对方的这个重心打开。对，而且在这个后撤的时候呢，依然保持有进攻。这个呢，就让对手呢连乘胜追击的机会都没有。高位的挂扫。这个动作呢，这是邱建良比较擅长的，然后给对手呢这个正好接住。之前我特别诧异这个腿法的作用是什么，后来我咨询了以后才知道，邱建良在挂扫对方的时候，实际上是眼是瞅着对方的脚面的。这样的话，对方会认为你踢我下面，然后把所有的防御注意到下面以后，挂扫才从上面拉过来。有很多种技法，其中呢还有一种是眼神进攻法。没错没错，其实场上的眼神是蛮重要的。是，转身后蹬，后摆。邱建良的拳腿组合那叫一个精湛，打得小宫由纪博毫无还手之力，他只能选择搂抱这种无赖打法。邱建良摊手向裁判控诉，裁判却只是警告了一下小宫由纪博，这偏心程度也是没谁了。被惹恼的邱建良加大了进攻力度，以此来发泄不满。
跳膝后手，邱建良攒劲儿了，开始是转身的后摆，又一个。我就觉得这个整个的肌肉态势是要出动作了，是转身，哎呀，哦，这下没出来啊，上钩，啊，下面给个绊子。邱建良打的这个面很开，对对方的防守压力会很大，是。这邱建良这转身后摆，转身。小公牛季伯在邱建良的猛攻下，就像暴风中的小树，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了。邱建良继续加强攻势，小公牛季伯终于抵挡不住，一头栽倒。裁判赶忙终止比赛。此时可以看到，小公牛季伯已经被打得鼻血横流，模样那叫一个狼狈。好，继续，好，重新投入了比赛。继续。现在看邱建良左脚啊，只要他的前脚踝转过90度，这个后腿就抡出去了。是。这个镜头如果切到的话，各位也可以注意看。对对，没错。我们看啊。比赛临近尾声，邱建良的攻势更猛了，但日本人最擅长的就是粘着对手。面对小公牛季伯这种粘人式打法，邱建良也没啥好办法，只能让他撑过了第2回合。这个背部，对，转身哦，有了，转身后蹬，想用当年击败肯姆的那招啊，低位脚底下一脚扫到护城腿，直接跳，没出动了。摆拳，前摆。第2回合结束。好，继续。第3回合。邱建良这个腿下边的低扫呢？比赛来到第3回合，小公牛季伯试图挽回颜面，但邱建良又怎会让他如愿？猛烈的拳法攻势让小公牛季伯不知所措，他又无赖的抱住了邱建良，这可真是太气人了，打不赢就耍赖。裁判让2个人站到2脚。小公牛季伯又鼓酒了。好，继续。打俯击头，连续的打击，左摆。倒踢！哦，刚才小公牛季伯的后手击中邱建良了，打俯。场上裁判还是尺度非常的严格的，是啊，这个不管是哪方的选手，还是非常值得借鉴这一点。裁判又推到边角干嘛？你又鼓酒了，我再警告你一次，警告一次，鼓警，在这回亮2次了。这确实啊，小公牛季伯也是被逼无奈，这个邱建良没办法，对，攻击确实是太犀利。邱建良后摆，推开。其实邱建良是奔着终结来的感觉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小公牛季伯彻底丧失了抵抗能力，他多次搂抱邱建良，让邱建良也十分无奈。裁判除了警告小公牛季伯外，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处罚。邱建良直接一招神龙摆尾，再次将小公牛季伯踹倒，就被震开了。后手，低位扣一下，扫，然后上钩。打俯上钩，上钩，漂亮！这是一组啊，组合的出击，时间也快到了。这场比赛胜负已经没什么大明显了，就是看怎么赢了。转身边拳，觉得以腿换拳会好一点。是，这个转身边拳，对方可能没有那么快的反应时间。因为对方打得比较黏啊，就贴在你身边，这样你发不出技术来。对，你只能是采用这种出其不意的方式，在对手呢不设防的情况下，有可能能把对手给配掉。裁判又警告了。来上钩，摆拳，推开从侧面切线。哦，这2个箭步组合很漂亮。
比赛临近尾声，由于小公有季伯的无赖打法，邱建良耗费了大量体力，很多进攻都打不出来，场面一度焦灼。有一个稍微小小的卡顿也是。小公有力搏非常的有经验啊，如果他这时候往后退，其实反而会有比较大的危险。这样的话就给空间了啊，给邱建良空间了，就是粘着贴着打。哦，比赛结束。最终经过3个回合的激烈较量，裁判宣布邱建良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比赛的胜利。邱建良虽然赢得了比赛，但他却默默地摇了摇头，似乎对自己没有能够 KO 对手而感到不太满意。这场比赛，邱建良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和丰富的战术素养，他的回旋踢、组合拳等进攻手段让人眼前一亮。这场中日踢拳大战不仅是一场技术的较量，更是两国拳手意志和精神的比拼。邱建良用他的实力和表现为中国搏击界争得了荣誉。这是邱建良职业生涯中最为经典的一场比赛，对华不败的泰拳王肯姆被他一张无影脚霸气 KO， 泰拳王躺地上哀嚎惨叫不止。在中国搏击界，邱建良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星，他凭借卓越的实力和超高的拳商，在擂台上留下了众多令人难忘的经典战役，其中他与泰拳王肯姆的较量更是被拳迷们津津乐道，堪称一场力量与智慧的巅峰对决。肯姆这位在泰国搏击界享有声誉的国宝级拳手，他身上挂着一堆冠军头衔，什么 WMC、WBC、Thai Fight、MTA 泰拳世界冠军，还有江南龙拳场冠军、S1 皇后杯冠军，实力不容小觑。他征战中国擂台期间，先后战胜了铁英华、胡亚飞、吉祥等5位中国一流高手，对华保持不败战绩，成为了中国搏击界的一块硬骨头，被视为中国武林的大敌。这俩人，一个代表中国自由搏击的顶尖水平，一个代表泰国的顶尖水平，这场对决那是火星撞地球。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一起为邱建良加油助威吧。这场比赛看点多多啊。其实肯姆也背负了要为自己兄弟。比赛铃声一响，肯姆一上来就展现出强大的气势，试图凭借力量优势压制邱建良。他步步紧逼，连续出拳，企图迅速占据主动。然而邱建良并未慌乱，他深知对手力量强大，正面硬刚并非明智之举，于是他充分利用自己灵活的步伐，不断与肯姆拉开距离，在擂台上迂回游走，巧妙地躲避着肯姆的攻击。目前像我们这个万明阳的 CEO， 我们的这个勇士系列赛的赛事总监郭振东先生所说的是2个排行，一个 Press Combat 目前是给到邱建良是世界第3，那 Liver Kick 给到了第2。其实这个都不重要，邱建良马上要挑战目前的公认第1高菲尔泰斯。这个听起来还是我们在17年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是的，邱建良是一个很擅长用脑子打比赛的选手，擅长切线性的进攻，也就是从他的角度画一个三角形，他擅长绕着这个三角形的2个边对对方进行切线式的打法。是。所以说呢，这个邱建良在擂台上，这两人你一拳我一腿激烈交锋着。肯姆的招式虽然朴实无华，但杀伤力那可是杠杠的，就像一把钝刀，虽然不锋利，但砍起人来也疼得要命。邱建良的招式则是灵活多变，就像一只调皮的小猴子，让肯姆根本摸不着头脑，有点招架不住的感觉，只能靠自己的身体硬扛着。平卡还胜到在我们的荣耀比赛中呢，胜了小虎，还赢过这个胡亚飞啊。那么邱建良呢，也是用了4年的时间，是把自己的水平提升到了一个世界高度。这场比赛呢，对于2位来说呢，都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尤其对于他们来说，刚才其实在短片当中也说到了，3次的机会都没有遇上。对。肯姆一直从2014年就想要跟邱建良打这一场，一直等到了2016年。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双方在2人的近身交锋中，邱建良一记勾拳，像一颗出膛的炮弹一样，狠狠地击中了肯姆的肋部，当时就把肯姆打得够呛。可肯姆这老小子还挺能忍，愣是没表现出来。等2人分开的时候，邱建良突然使出一记无影腿，再次踹中了肯姆的肋部位置。这下肯姆可扛不住了，直接像一根木桩一样直挺挺地倒地了。最终裁判读8之后，肯姆还是久久无法起身，裁判宣布比赛结束，邱建良 TKO 获胜。这场比赛，邱建良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终结了肯姆对华的不败战绩，为中国搏击界争得了荣誉，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拳手的力量与智慧。他的这一记转身后蹬腿，不仅成为了比赛的经典瞬间，更被拳迷们传颂为神龙摆尾，成为了中国搏击史上的一个标志性动作。大家觉得邱建良打得怎么样？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